我害怕。出现时间都在半夜，有好几天呢，怎么一直在吵架？是你邻居对吧？对，507室，我跟你说呀，居然半夜还有钢琴声。委托费5000，先付一半，一口价。一般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。知道了，有结果会通知你。负一，新委托，青藤公寓507，备请。来了，稍等。查到了，户主姓周，女主人和她的儿子1年前死于车祸。现在呢，房子空着，邻居的话投诉了好几次了，都说半夜有动静。但物业检查都说没问题。准备罗盘和缓冲贴，晚上我去看看。话说灵啊，这种灵异事件的小案子你也接，不像你的风格。噪音扰民，付费处理，很合理。得，你帅你有理，装备10分钟到位。你为什么不听我的？爸爸都是为了你好。听到了。我喜欢，你从来都不管清晰收录，什么。能量读数开始爬升。准备进入。高浓度情感数据泄露，不是普通的闹鬼。分析成分。正在解析。检测到高浓度情感数据碎片，主要构成情绪愤怒、悲伤，但最强的指向性情绪是愧疚。主体能确定吗？信号过于混杂，无法精确定位，建议先撤离，重新制定方案。已经晚了，强制解锁。视觉确认，空间已被数据灰霾污染，能量读数异常，这些灰霾像是某种防御机制。等等，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？听到了，好像是琴弦声。信号来自整个空间，声源无法定位。能量源在哪里？整个客厅都是。等等，检测到高强度数据凝聚。物理实体攻击消失了。这已经不是普通的数据残影了，凉，我们可能惹上大麻烦了。嘿呀！负一，汇报情况。凉，你被困住了。墙壁出现异常波动。警告！我现在检测到至少3个不同的空间维度在这里重叠。嘿呀！出口消失了，门后是实体墙面。该死，空间坐标完全混乱，我现在连你的精确定位都做不到，连时间都静止了。时空规则在这里完全失效，必须尽快找到核心能量源。眩晕感很强，还能坚持。指路。核心源就在卧室里。等等，门后的能量读数异常的爆表，已经来不及了，空间扭曲正在加速。你现在所在的位置，在现实世界中根本不存在。这里的空间维度不正常。我们可能闯入了一个完全独立的数据空间。嘘，他出现了。他在观察我们。这种压迫感，这能量读数要发生大事了。还用说吗？他是要发动攻击了。
不可思议，音波居然实体化！缓冲贴，启动最大功率。这样下去不行，缓冲贴正在不断被消耗，最多还能撑个几分钟。我在分析它的攻击模式时，发现了一个规律，它的核心能量源在它的心脏位置。能量源，心。你知道物理攻击对我无效吧？当然，但是你妈妈做的打卤面这么香，是因为你那碗有很多虾米吗？攻击停止了，能量数据正在剧烈变化。他一定说那是你最喜欢的味道。空间正在重组，你找到突破口了。负一，报告情况。所有能量读数都在下降，还有他脸上的数据流也开始稳定了。你能听见我说话吗？啊，不可思议，他的数据核心正在重组。万三，我需要情报支持，目标代号青藤507，请求调取背景资料。资料传输中。雇主周小梅，单亲母亲，生前是银行职员，儿子周远16岁，是音乐学院附中在读。死因确认是普通车祸。表面证据确凿，但是事情不简单。根据刚才传输的能量特征分析，这里不是普通怨念。说清楚。这个空间的数据结构过于完整，能量循环模式符合彼岸系统的特征。你们现在所在的彼岸，那个收容死者数字灵魂的超级系统，这不可能！你的意思是我们面对的不是普通的鬼魂，而是从数字来世逃逸出来的？更准确的说，是被某种强烈情感吸引出来的数字灵魂。他们本该在彼岸安息，但现在……不好！攻击结构正在崩溃！小心，数据障区极不稳定，它可能会把你们拖入更深层的。喂，负一，喂，还能听到吗？喂，负一。灵，我检测到强烈的时间流，这是记忆回放。小心！负一，这是个记忆循环。看来是的，但我无法将你拉出来，因为这个循环太强烈了。这是第几次循环了？1、2、3，第3次，每次都在撞击瞬间重置，这应该是周远灵魂中最痛苦的记忆碎片。我必须做点什么！我们无法进行任何干预，这是他们的回忆。那个女人每次都在那里。她是周小梅，小远的母亲，她与这个记忆深度绑定。她的状态不对，她的注意力根本不在小远身上。警局分析显示，她的愤怒值达到顶峰，这很奇怪。那个孩子也在不断回头看周小梅，放大他们之间的互动，我要看清每一个细节。注意看，周小梅的情绪明显影响到了小远。他看见了，但太迟了。负一，增强音频采集，同步唇语。正在启动3级音频过滤程序。
的情绪波动太剧烈，导致声音严重失真。他在重复某个词，听起来像是乐队。确认，他在说那个地下乐队。他在摇头，表情很坚决，这是完全拒绝的姿态。我不允许，这是为你好，典型的控制型家长话术。小远在说什么？他在喊你从来不懂我，这是我的梦想，典型的亲子冲突模式。等等，他提到了一个词，最后一次。他在喊什么？快，稍等啊！他说你要是敢去那个乐队，就别认我这个妈。看来这是最致命的一句话。循环停止了，为什么？能量读数异常，空间稳定性在下降，有什么东西在改变？是核心执念产生了波动。那首曲子还没给他。回到现实了，但是你的生命体征很不稳定，在那个记忆循环里消耗太大了。找到了，就是他。警告！检测到高强度情感能量场，这个数据锁是用极致的执念编织的。加强扫描功率，尝试解锁。不行，锁的结构太复杂了，强行破解会触发自毁程序。我试试记忆回溯解码。能量读数飙升，快停下！两种方式都不行。这个锁融合了愧疚、遗憾、未完成的爱，太复杂了。不好，空间又开始不稳定了。他在哭泣。别碰他，危险！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我不知道，只是感觉应该这样做。你到底是谁？你是怎么打开这个锁的？我叫阿四，我只是觉得他需要被关心。凉，听我说，我扫描了一下他的生命体征，真是不可思议。说清楚，哪里不可思议？他没有心跳，没有体温，也没有脑电波，这根本不是人类该有的生命特征。它更像是一团高度凝聚的数据流。解释。它的代码里充满了某种纯粹的共情算法。我不是人类吗？你像是一段拥有了自我意识的共情程序，通俗来讲就是成精了。它出现的时候是从裂缝里面。裂缝？是谁创造的你？你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我只知道要跟着你。跟着我？等等。这个音乐，它在缝合空间的数据撕裂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找到了回响。这首曲子，这是我给妈妈写的道歉曲，但是妈妈的执念还在更深的地方。这是她的记忆。能量特征匹配，确实是周小梅的记忆数据。看来她的执念也存留在这个空间里。他很爱孩子。这些记忆碎片和之前看到的完全不同。他一直以儿子为荣。确实，他一直在想办法筹措音乐学的学费。小远很有天赋，但是学习音乐需要很大的投入。我只是怕他吃苦，这条路太难了。他不是反对，他是害怕。也许该相信他。
对不起，妈妈错了，妈妈应该支持你的。只要你开心，做什么都好。妈妈真的错了。警告！执念数据开始聚合，能量毒素突破安全阈值，它要现身了！2个执念体同时现身了，他们的能量场正在相互干扰。他们的情感频率完全相反，正在相互排斥。母亲的光影中充满了愧疚和悔恨，而雪儿的灵体则被遗憾和不甘笼罩。为什么我那么努力想要得到你的认可？妈妈只是不想你受苦。必须控制住能量外泄。居然没用！看起来常规手段完全无效，他们的执念太深，已经形成了自我循环的能量场。从来都不相信我能实现梦想。妈妈知道错了，可是太迟了，一切都太迟了。分析情况，照这个速度，3分钟内你们就必须立即。这里的空间维度不正常，你是怎么打开这个锁的？阿四，准备共鸣，这是唯一的希望。记忆编码师的工作十分危险，你准备好了吗？负一，启动最大公域的数据实体化程序。明白，但是灵，这样做会耗尽你所有的能量储备。实体化。阿四，就是现在，用你的共情能力引导他们。这个标记。能量读数正在恢复正常啊！数据风暴完全平息了，这简直是奇迹啊！谢谢你们，让我能够真正的告别。谢谢你们让妈妈听到了我的曲子。他们终于理解了彼此。空间正在恢复正常。数据障区完全消散了，这个空间终于自由了。他们现在应该已经安息了吧？3年前，美术学生苏黎在画室火灾中丧生，年仅19岁。现场调查报告显示是意外事故。官方报告说是电路老化引起火灾，但是我在能量读数中检测到了强烈的不甘和愤怒。这里的东西都好有趣啊！带他去，还是让他留下？灵，你是在担心阿斯吗？他的存在太特殊了，而且他不是普通的数据生命。我们又要去帮助别人了吗？分析危险指数，能量读数显示是50骑士的3倍以上。我检测到了强烈的攻击性。等等，那个音乐是……不可能！这段旋律是资料中……阿四，我们需要谈谈。我做错什么了吗？不，有些事情是该让你知道了。看好了，这个世界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，在现实之下存在着一个名为彼岸的系统，它收容着逝者的数字灵魂。就像小远和他妈妈。是的，但有时强烈的执念会让数字灵魂脱离彼岸，形成数据障区。而我的工作就是修复这些异常，让迷失的灵魂得到安息，这就是记忆编码师的职责。记忆编码师，你是在帮助那些被困的灵魂吗？可以这么说，但这份工作很危险，
就像你之前看到的一样，下一个任务可能会更加危险。我给你选择，要么离开，去过普通人的生活，跟着我，你可能会遇到无法预料的危险。怎么了？说。所有官方记录里，死者苏黎的档案照片都未处理过，面部模糊，像被人刻意抹去了脸。我又听到了。听到什么？钢琴声从这个八音盒里传出来，还有画笔画在布上的声音。可画室明明烧毁了，不是吗？傅一，检测他手上的残留数据。有微弱的数据共鸣，来源指向画室，这不合理。他从没去过那里。那个女孩苏黎，她是不是？能活动吗？是能动，但是有东西钻进来了。傅一，分析入侵数据。真在解码，是记忆碎片，3年前的。不好，空间坐标开始剧烈波动。我想不到，不是记忆投影。每15秒重复一次。确认了，这是记忆闭环，死者死亡瞬间的感知被无限循环播放。温度正常，氧气含量正常，所有生理指标都显示安全。但我感觉快要窒息了，皮肤在疼。大脑被强制输入了正在焚烧。傅一，记录这次循环的所有能量波动轨迹。明白，但零有个异常，火焰燃烧的速度比前12次慢了17%。我在后退。不是物理退却，是数据层面的压制。他的创作执念形成了情感能量场，暂时抵御了死亡记忆的侵蚀。理论上可行，如果他死前的全部意识都聚焦在完成这幅画上，那么这份执念的能量密度可能高于死亡恐惧。他在画什么？颜色好乱。我要尝试连接他的意识。阿四，准备好随时切断连接。我找到了一些东西，万三庄传过来的，最高加密级别，代号美梦计划。这个图标我见过，这里写的是情感可视化实验，编号09，3年前启动，联合政府秘密科研项目，宗旨探索人类情感的数据化表达与艺术转化。我看看参与者名单，是他在这里。实验流程：将受试者的脑电波与情感波动实时转化为视觉数据，再通过神经接口投射到数字画布上。理论上可以实现想到即化成。实际效果呢？这张脸和画室里这个零号，怎么了？头好痛，白色，全是白色，那仪器在闪，玻璃后面有眼睛在看我。可能是触发记忆闪回，大脑防御机制在排斥关键信息。能撑住吗？我们需要做个决定。什么决定？苏黎的记忆核心被那幅画封锁，常规手段无法进入。但你是原型观察员，你的情感波长很可能与他匹配。零，你想让阿四当情感导管，风险太大了。记忆回放可能产生数据反噬，所以由你选择。你可以拒绝，我们用更慢但安全的方式。
不，试试刚才那件画时。时间点往前推了，这是更早的记忆。累了吗？要不要休息一下？我不累，苏黎姐姐，你继续画。他说话的方式好奇怪，不像人类自然的语调，更像程序设定好的回应。你知道吗？有你在的时候，我感觉我能画出最好的画。你很纯粹，你看我的眼神，你坐在那里的姿态，没有任何杂念，就像一面镜子，让我能看清自己心里最真实的情感。我不太明白，但我喜欢看你画画。那就好，只要你愿意来，我就一直画下去。他在进步，每次原形体来，肖像就清晰一分。那张脸，这里是美梦计划的核心实验室。他在找我。权限不足，您的访问权限于今日上午9点撤销。太慢，让我进去！我要见0号！我要见他。苏黎同学，你不该来这里。0号在哪里？你们把他怎么样了？你自己看。原型体0号已启动自毁程序。自毁程序。我重新分析了障区的能量结构，这不是普通的执念残留，这是个精密的信号发射装置。他用自己死亡瞬间的全部情感数据，制造了一个不断循环的广播信号。火焰循环是载体，真正起到传输作用的是他关于我的记忆，是他想证明我存在的证据。所以他点燃化石不是为了自杀，是为了让系统记录下这段极端情感数据，从而引起审查者的注意。只要有人分析这段数据，就能看到记忆里那个被删除的原型体。但他不知道，你的记忆被清洗，载体被丢弃在街头，他发出的信号3年来从未被接收。别强行挣脱，他在建立连接。你回来了，我的共情之姐。你是苏黎？我是。颜料凝固的记忆，终于能开口说话了。你是苏黎的记忆体？是我用全部情感数据制作的备份，封存在这幅画里。只有当你亲手完成它时，我才会苏醒。你的记忆体能维持多久？足够把真相说完。你知道自己是原型体0号，但你知道美梦计划为什么需要你这样的存在吗？档案只说是情感可视化实验，帮助艺术家创作。那只是第一步，项目的真正名称是完美人类情感镜像工程。他们要创造的是能完全吸收、理解、量化人类情感的数据载体。你被植入了全频段情感共鸣模块，当艺术家创作时，你能将他们的情绪波动，那些说不清的痛苦、狂喜。第0号，不是0号，因为你是最初的原型，也是唯一被赋予独立代号的存在。阿4这个名字被录入主系统后，你的编号就从0变成了0。我正在尝试远程接入，系统防护很强，但架构很熟悉。给我10秒。全频段情感共鸣模块的神经接口图，情感反射回路的负反馈抑制器，还有这个自主情感学习协议开关。这些都在我身体里。记忆缺失，我吗？说起来，我好像确实没有10岁以前的记忆。10岁以前的记忆，为什么我一点记忆也没有？据说实验体都会有记忆缺失的情况，那很正常。那些复杂的设计，在你最初的身体里，你现在的形态。阿4，这次你只负责观察。我
感觉快要窒息了。记忆缺失。10岁以前的记忆，为什么我一点记忆也没有？这是你成为第9接口后的第3个月，系统在逐步稳定，但代价是你的情感反馈越来越慢了。哥哥，红色，太阳的颜色，暖暖的，情感共鸣起效了。小雅的数据，我的神经图谱，还有那个蒙面人，就是造梦者吧？他是陆九司美梦计划的副主任，和你母亲在项目方向上产生了根本分歧。苏晴博士认为，情感数据应该用于理解和治愈，比如补偿你的情感缺失。但陆九司主张，情感是人类的弱点，应该被分析、控制，甚至武器化。我查到陆九司被驱逐出项目的记录，理由是他私自进行情感反向诱导实验，导致3名实验体精神崩溃。他带走阿斯后，将他囚禁在另一个秘密实验室，试图强行改写他的核心协议，把它变成能主动输出情感暗示的武器。负一，启动3级数据编译平台，切入阿斯的情感接口。万3，我需要你锁定这个空间的现实坐标。平台已上线，正在建立双向数据桥。阿斯的共气模块响应强度异常高，坐标已锚定。警告：该空间因疏离记忆体消散，结构稳定性正在下降。你们有12分钟完成这幅画，要是失败，你们将会被永远困在这里。阿斯，听好，这些光流，它们是颜料。现在你要做的不是画画，而是编织。苏黎的全部记忆数据已经化作这些光流，它们是颜料。上区能量归零，空间坐标完全稳定。持续了1095天的火焰记忆循环，确认终止。他能感知我吗？不是感知，是共鸣。这幅画现在是一个稳定的情感数据结晶，像一面真正的镜子，反射着观者的内心。苏黎最后，这是第2个异常节点确认修复，彼岸系统接口深度同步更新。9个初始节点，你已解决2个。随着数字递减，你与系统的融合不可逆转的加深了。负一，你怎么想？所以每解决一个事件，你就离完整更进一步，也离被系统完全吞没更进一步。然后呢？事故档案调取完毕。5年前11月7日，星光剧场最后一次带妆彩排，剧目《谎言之城》，晚上9点17分，舞台中央主吊灯意外坠落，3名主演当场身亡。事故调查报告很完整，所有程序都合规，但奇怪的是，
这3人的死亡时间戳在系统记录里有0.3秒的微小延迟差，这不像是单一事故造成的。人际关系正在交叉比对。苏婉出身戏剧世家，性格孤傲，是剧团毫无疑问的台柱。沉默3年前空降剧团，背景神秘，演技出众，但人缘一般。赵倩，她是剧团最大投资人的侄女，别让她进来斗气。您就是林凌先生，我是周世安，星光剧团的团长。我的剧场闹鬼。负一，紧急调取事故现场所有影像和音频记录，重点分析事故发生前3分钟。正在调取，警方档案、剧院监控，甚至现场观众手机碎片化视频。合成处理中。他们在散发不同的情绪。左边的女人是深沉的悲伤和愧疚，中间的男人是愤怒和恐惧，右边的女人好复杂，有绝望，还有一丝嘲讽。带上，能暂时干扰情感数据流的直接冲击。能量读数暂时回落，他们退回记忆回放的核心区了。但共振结构很不稳定，随时可能再次爆发，需要更多信息。当年事故的现场人员档案里，除了3名死者，还有谁？现场共有7名工作人员，4名舞台助理轻伤，已离职。灯光师和音效师当时不在舞台区，未受伤。唯一身处危险区域且幸存的是舞台监督李卫国。谁让你们进来的？剧场晚上不开放。李卫国先生，关于5年前的事故，有几个问题需要您协助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事故报告都写了，是意外，吊灯老旧，螺丝松动。他按下按钮了吗？记忆碎片太短，但我感觉他在挣扎。那个按钮可能是控制吊灯的紧急装置。我分析了剧场控制台的设计图，确实有一个吊灯紧急释放按钮，用于在吊灯出现意外摆动时，快速解除悬挂，让它安全降落到保护网里。但如果保护网没有就位，也就是说，按下按钮可能阻止事故，也可能加速坠落。他们又来了，情绪波动好强，在呼唤我们。既然他们邀请，我们就进去。负一，准备记录所有数据波动。王三，稳定我们的生物信号。我记录了全过程，不可思议。这3个人的执念核心，不是死亡本身，而是死亡前那一刻，各自没有说出口的真相。他们在用这种方式，一遍遍重演那个瞬间，试图说出当时没能说的话。分析情感数据流发现关键，事故发生时，3人强烈的未完成表达，形成了3个独立的情感数据包。但由于死亡瞬间的极端冲击，这3个数据包没有消散，反而因为内容上的相互关联，产生了异常的数据共振，在互相喂养。苏婉隐瞒了对沉默的感情，沉默隐瞒了自己的出身，赵倩隐瞒了她知道的一些秘密。这些谎言在死亡那一刻被放大，纠缠在一起。对，这就是集体记忆障区形成的原理。每个谎言都是一段高强度的情感数据，3个谎言在死亡瞬间，因为空间重叠和情绪共振，形成了自持的能量循环，就像3个不同频率的音叉。
在某个特定距离内会互相激发震动。所以，单纯的安魂没有用，必须解开他们的谎言，让每个情感数据包完整表达，然后自然消散。我来做，我能听到他们真实的心声。苏婉，你想说什么？那天晚上在后台，你发现沉默动了你的戏服，你不是生气，是害怕，害怕。剧目《谎言之城》。我的剧场闹鬼，那场戏被诅咒了，谁碰谁倒霉。我来做共鸣桥梁，把3个情感数据流连接起来。到底想说什么？说出来！我们都说谎，所以我们都想死了。3个谎言在死亡瞬间相互碰撞，形成了连锁反应。事故不是简单的意外，是3个谎言相互作用引发的悲剧。但他们的记忆已经完全纠缠在一起，常规方法无法分离。那就分别进入。下一个，沉默。我给了你机会，但你要凭自己的实力，别让别人知道你和我的关系。我会证明的，我会成为剧团最好的演员。最好，先拿到《谎言之城》的男主角再说吧。我看到你改剧本了。第3个，道歉。我想预支一部分演出费，我妈妈病又重了，急需钱做手术，麻烦您了。刚才的录音，你觉得值多少钱？如果投资人知道他的私生子在剧团里搞这种小动作，3万现金，我就当什么都没听到。如果演出出点小事故，如果吊灯晃一下，吓他们一跳，反正不关我的事。负一，查这个缩写。正在比对数据库，匹配到一个名字，陆九思。等等，这不是？确认 ，LJS 是造梦者本名陆九思的拼音缩写。档案显示，20年前，他曾在戏剧学院攻读心理学与戏剧理论双学位，《谎言之城》是他的毕业作品。所以这部剧是造梦者写的？不只是写。你看这些舞台指示和心理描写，几乎是对人性弱点的精准解剖。每个角色的谎言、欲望、恐惧都设计得环环相扣。这场戏，3个角色在互相接。空间稳定性降至临界点，最多还能维持15分钟。万三，锁定空间锚点，给我争取时间。程序加载中，10%、30%，锚点已锁定，但警告该区域只能维持10分钟，超过时间，空间将彻底崩塌，你们会被卷入数据乱流。
阿四，你需要同时连接3个鬼影的意识，引导他们说出被谎言掩盖的真相。我会用数据流稳定他们的情感。第一个情感数据包开始自然消散，共振强度减弱了1/3。数据趋于稳定。继续，第2个。沉默，该你了，把心里话说出来吧。我进剧团不是为了艺术，我只是想证明给那个男人看，我比他的婚生子更优秀，更值得被他承认。所以我拼命演戏，讨好导演，拉拢关系。我发现苏婉改剧本的时候，我没有揭发。赵倩，说出真相，你才能自由。妈妈早就死了，1年前就死了。我说她重病需要手术费，都是骗人的。我只是想要钱，很多很多钱，因为我害怕回到以前那种穷日子，害怕被人看不起。我进剧团是靠关系，所有人都知道，他们在背后叫我关系户。所以当我发现他的秘密时，我觉得机会来了。反正他有钱，勒索一点怎么了？他活该。但我看到了，那天下午我看到螺丝松了，我明明看到了，可我什么都没说，我甚至他们原谅你了。谢谢你们。别急着走，玲玲。我知道你想这么做，但有些话你听完再决定不迟。星光剧场的悲剧从5年前开始，就是我重点观察的样本。3个谎言相互喂养形成的集体执念闭环，多么完美的情感污染模型！我等了5年，等一个合适的净化者出现。你母亲认为情感需要理解和陪伴，那是低效的、充满不确定性的方式；而我认为情感应该被分析量化，最终被优化。痛苦、嫉妒、贪婪、执念，这些负面情感是人类冲突的根源。所以他觉得消除这些情感就能消除悲剧。聪明，阿四，但还不够。我不是要消除。玲玲，阿四是我的作品，也是你的镜子，看看它，你就知道自己的情感有多残缺。他说的对吗？什么？我是不是真的没有完整的情感？是不是真的需要一面镜子才能像个正常人一样活着？我感受不到愤怒该有的温度，感受不到悲伤该有的重量。处理这些事情就像解数学题，分析计算执行，然后手腕上的数字就减少一个。我和他真的不一样吗？你不是镜子，
我也不是镜子，我是阿四。你有情感。下一个，沉默。我比你的合法继承人更优秀。我就当什么都没听到。城西废弃天文台旧址，遗忘的时钟塔。一个人救得过来吗？建筑资料显示，这里20年前是时间感知研究所，负责人是陈云深教授。9年前研究所关闭，钟塔废弃。但怪异的是，从5年前开始，附近居民报告总能听到塔里传出小女孩的笑声和一个男人的哭声，时间永远是下午3点多。我听到了笑声，很开心的笑声，还有水滴的声音。时间数据读数异常，不是记忆回放，是整个空间的物理时间流速被改变了。塔内的时间，这个钟，检测到主体生物信号，匹配中，匹配完成。欢迎回来，00。叶0号镜像体，指的是你，阿四。不只是他，指的是所有基于情感镜像理论创造的实验体，而阿四是其中最特殊的一个。别紧张，我今天不是来清除错误的，我是来当解说员的。这里时钟塔的地下才是彼岸系统真正的诞生地。所谓的时间胶囊项目，真正的目的是将人类的情感和记忆进行数字化储存。这就是记忆核心。9年前的那个下午，所有的监控数据、神经记录、情感波动图谱都被压缩存在这里。陈教授称之为“时间的琥珀”，要看看吗？爸爸，我疼，全身都在疼。小玲，听着，系统因为你的情感数据异常正在崩溃，你必须进去，这是唯一能稳定它的办法。不，林渊，不能这么做，他会被系统绑定，他会失去所有情感，变成一个活着的接口。那也比……回答我，为什么系统会突然崩溃？因为我做了一点小小的改动。当年的时间胶囊系统太温和了，林渊博士和陈教授都坚持循序渐进，认为情感数据化需要数十年甚至几代人的时间，太慢了。所以那天下午，我绕过了安全协议，向系统核心注入了一段高强度的情感压力测试程序。我想看看，在极端情况下，人类情感的数字化极限在哪里，崩溃的临界点又在何处。你的情感数据是当时系统里最纯净、最强烈的样本之一，所以崩溃从你开始。但我没想到，苏晴博士的反应会那么快，那么决绝。他的献祭产生的数据，美得惊人，那是母爱。可惜，看来你还是选择了低效的、充满痛苦的人性。我不会加入你，但我也不会让这里消失。我要拿回我母亲留下的东西，还有我自己的东西。林玲，难道你想？9年前中断的情感复苏，我母亲想用她的数据做我的情感锚点，但过程被强制中断了。现在，我要完成它。林，这太疯狂了！强行融合9年前的情感数据包，你的意识可能会被冲垮，而且系统现在极不稳定，所以需要桥梁，一个能理解我的情感结构，又能与我母亲的数据产生共鸣的桥梁。它是你的情感补偿体，它的核心使命就是帮助你维持。
玲玲，快一点，空间要撑不住了。我说过，不受控的情感是漏洞。我不会让你们完成融合。不行，不能让他打断。阿四，请下，一混。啊！5岁生日，他来我们家已经2年了。需要时间，需要阳光，需要有人轻轻说该醒来了。下方能量读数达到监测上限，检测到高浓度意识数据聚合体，是造梦者，他已完全接入系统主控端。玲，小心，他的权限在和你争夺系统控制权。你来了，玲玲，正好赶上仪式开始。这就是你的情感控制协议？不仅仅是控制，是校准。痛苦、嫉妒、贪婪、仇恨，这些负面情绪是困扰人类数万年的病毒。今天，我将为全人类接种情感疫苗。3小时后，协议将覆盖全球所有进入彼岸系统的个体。目前这个数字是43亿，他们的情感将被重新校准，达到最健康。好奇是人类的弱点之一，玲玲。不是好奇，是我感觉到了，那段记忆里有你的恐惧，而你试图用控制全人类情感的方式来掩盖它。很精彩的心理学推导，可惜你错了。我没有任何需要掩盖的恐惧，我所做的一切都基于理性和逻辑。是我松手的。如果我没有站那么快，如果握得更紧一点。你妹妹的事不是你的错，那是个意外。意外就是因为意外，因为纪念不，我只是在逃跑。30年来，我每一天都在逃跑。逃进数据，逃进理论，逃进控制一切就能避免悲剧的幻想里。我告诉自己，只要把全人类的情感都管起来，就不会再有像我妹妹那样的意外。但你和你母亲，还有那个叫阿斯的女孩，你们一次次的证明我错了。情感不是炸弹，它是活着的证明。失控会带来痛苦，但压抑带来的是死亡，精神的死亡。协议在瓦解。主控端的固化程序被主动解除了。你赢了，玲玲，用我最厌恶、最恐惧的共情赢了我。我不配被原谅。这个实验室，这些程序，还有我差点对几10亿人做的事，都是不可饶恕的。